您现在看到的呀，是一张况味复杂的照片。年过60的企业家坐在会场的一角，眼看着自己苦心经营18年的企业被仓皇出售，悲愤却无能为力。他叫李经纬，是健力宝的创始人。就在这张照片的几年前啊，李经纬还意气风发地向美国记者说，在中国，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加起来卖的都没我多。的确啊，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健力宝在中国一度稳居饮料销量榜榜首，1996年还创造出接近60亿元的年销售额。曾经在央视广告中那句"您想身体好，请喝健力宝"，也许很多人到现在还有印象呢。您想身体好，请喝健力宝。企业强制出售只是他被重击的开始。9天后，他突发脑溢血，然后在病床上因贪污罪被判刑15年。他人生在病痛的煎熬中惨淡落幕。去世前还曾说："我死了比活着舒服。"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本期视频啊，我们来一起走进健力宝的缔造者李经纬的浮沉人生。1939年，李经纬出生在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县。他的身世非常坎坷，从小就失去了双亲，被送到了孤儿院。那时正值战乱年代啊，在孤儿院能吃饱饭都是奢望。从10岁起呢，李经纬就必须自己出去谋生，打过零工，修过水电，在路边给人擦过皮鞋，在戏院给有钱的客人扇过扇子。李经纬没有上过1天学，在印刷厂当学徒的时候啊，非常珍惜能够接触到文字的机会，每天都用业余时间捧着书本学习。3年后，20出头的他就当上了这家印刷厂的副厂长。那个年代啊，娱乐活动并不丰富，李经纬的爱好也很简单，他热爱体育运动，足球、篮球、排球都喜欢，玩的呢还不错。在球场上的表现啊，被三水县体委的领导看中，就把他调到了体委。自此啊，李经纬完成了职业生涯中的重要一步，当上了县体委的副主任，公务员职位从天而降。这个呀，在现在看来简直跟中彩票一样。财新报道中就提到，李经纬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13年，还为国家队输送了多名运动员，直到1973年调任三水酒厂。从这段经历不难看出啊，未来的健力宝牵手体育赛事碰撞出激烈的火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虽说去体委是因为领导的直接提携，但李经纬却不是一个为上的人，相反啊，他轻下不轻上。这样的性格特点呢，也让他在官场无法更进一步。可能因为是草根出身，他总能跟下面的队员们处好关系，打成一片，甚至亲自为球员提鞋。为了改善队员的伙食啊，他绞尽脑汁申请资金，队员们都非常喜欢这位和善的领导，经常围着他转。那李经纬的领导看在眼里，妒在心中啊，于是转了一圈，李经纬又被打回到企业，去三水酒厂担任副厂长去了。李经纬刚来酒厂的时候呢，脑瓜子嗡一下大了，因为说是酒厂啊，实际上只有几个酒缸，跟小作坊没啥区别，更别提这酒厂已是资不抵债，濒临倒闭了。可是呢，李经纬没有消极沉沦，反而奋起而上，把酒厂作为新起点，成就了一生的传奇。为了拯救这个破破烂烂的小酒厂呢，李经纬带着厂里的几个小年轻，背着酒，沿着邻近的佛山、广州等城市啊，一个酒楼一个酒楼的跑销售啊。他的逻辑也非常朴素，人嘛都是讲感情的，一次不行2次，2次不行就3次，这次数多了，人家也不好意思不买你几瓶酒。在推销员李经纬的努力下，三水酒厂有了主打产品荷花白金牌米酒、猫头鹰牌礼品酒和强力牌啤酒。创建新品牌、新生产线，没日没夜的推销，这3套组合拳打下来啊，李经纬竟然让酒厂起死回生了，一年还有个几万块的纯利润呢。1983年，李经纬去广州出差，第一次喝到了可口可乐，也就是在这一刻啊，他突然感觉到很快乐，萌发了让企业生产饮料的念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广东体育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欧阳笑正在研发一种运动型饮料，喝了呢很快就能恢复体力，普通人也能喝。实际上啊，是一种含碱的电解质水。李经纬就带着三水酒厂的技术人员和欧阳笑迅速成立公关小组，开始做产品研发。然而啊，这第一次实验就扑街了。李经纬喝下一口饮料，当场吐了出来，那味道仿佛是马尿混合着臭鞋垫，酸爽直冲天灵盖啊！
公关小组呢，赶忙跑到香港买来运动饮料，赶紧研究，用薄荷糖浆、蜂蜜来掩盖药味，失败多少次就重来多少次。1983年3月的一天，三水酒厂简陋狭小的车间里，10来个人神色紧张地站在一起，手上传递着一只搪瓷缸子，里面呢是一种橙黄色的饮料。每个人都喝下了一口，慢慢品味，直到有人喊了一嗓子：“这味道好极了呀！咱们成了。”那饮料有了，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才能卖出去呢？李经纬从体育系统得到2个消息，一是国家体委正在为1984年出征奥运准备饮料，二呢是第11届亚足联代表大会即将在广州白天鹅宾馆召开。李经纬决定要抓住机会，让这款饮料先在亚足联的会议上闪亮登场。他亲自将饮料取名为健力宝，争分夺秒的设计商标，找生产线。但是当他提议把健力宝免费送到亚足联的会议上时，遭到了厂里的一致反对。不挣钱还白送，还配广告哎！李总表示，你们没听错呀，咱们不仅是要白送，还得用易拉罐来装饮料。这又是哪出呢？原来那个时候易拉罐包装就是高档饮料的代名词，国内连一家生产易拉罐的企业都没有。李经纬靠着他的诚意说服了一个香港商家，在距离亚足联大会仅剩3天时间的时候为健力宝定制了一批小易拉罐。随后健力宝首批200箱罐装饮料在熟人的帮助下，借助深圳百事可乐公司的生产线完成。到了亚足联代表大会召开的那一天，健力宝如愿摆在了会议的圆桌上。前卫的包装、独特的口感，加上与运动的联动，让搞足球的官员们眼前一亮。中国竟然能生产出这么好的饮料！几天后健力宝就被敲定为中国奥运代表团的专用饮料。李经纬的前瞻性把健力宝这个品牌带到了世人面前。面对即将召开的洛杉矶奥运会，李经纬不仅免费提供饮料，还花了20万赞助费。这无疑是一场豪赌赢了一飞冲天，输了一蹶不振，甚至要倒闭关门了。1984年第23届夏季奥运会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组团参加的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311名运动员出征，徐海峰一战封神，拿下中国第1位奥运冠军的桂冠。体操王子李宁一路高歌猛进，独得3金。中国女排击败东道主美国队。中国大陆代表团一共夺得了15金、8银、9铜，共计32枚奖牌，名列奖牌榜的第4位。一时间是举国沸腾。在女排姑娘们比赛的时候呢，一位日本记者发现了她们手里拿着一个没看过的饮料。加上中国女排击败了美国，所以外界对于这样的成绩存在着颇多的质疑。这好事的日本记者就随手写了一篇靠抹水快速晋级这么一篇花边新闻稿。中国记者看到后呢，顺势也写了篇中国抹水风靡洛杉矶。抹水很有这个东方玄学的调调。中国抹水和中国女排东方魔女的称号相得益彰。那就这样，健力宝的名号传遍大江南北，伴随着奥运军团载誉而归，一夜爆火。1984年，健力宝的销售额达到了345万，第2年达到1650万，第3年飞升到1.3亿。在此后的15年里，健力宝一直是民族饮料第1品牌。有了奥运会的成功经验，李经纬的出手更加有底气了，对体育营销的运作也更加游刃有余，接连赞助了体育赛事。3年后在广州举办的第6届全运会上，可口可乐本来想出100万买下这个饮料专用权，结果被李经纬直接250万全款拿下。老球迷和体育迷或许还记得，1989年超级球星苏格拉底率领的桑巴军团来到中国踢了8场表演赛。那些巨星身穿球衣的胸前背后都印有夺目的健力宝字样。美国哈林男子篮球队在长城上和健力宝，风头正劲的棋圣聂卫平、乒坛大姐大邓亚萍也都是健力宝的高级顾问。健力宝的广告也第一次登上了央视，就是那句“您想身体好，请喝健力宝”。比李经纬小6岁的宗庆后，在很多年以后回忆说，他推出娃哈哈儿童营养液的那个“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这灵感就是从健力宝 copy 过去的。在尝到赞助体育赛事带来的甜头后
健力宝后面的赞助更是五花八门，公关营销也到了着魔的地步。1993年，健力宝报刊载了一篇江西萍乡电台记者撰写的报道，大意是村里有位81岁的老人，疾病缠身，每天是头晕眼花，浑身乏力，茶饭不思的。结果呢，连着喝了几天健力宝，奇迹出现了，老汉是眼不花了，头不晕了，能拄拐下地了，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从这篇漏洞百出的报道开始呢，健力宝就在宣传中强调包治百病的神奇疗效，这东方魔水成了江湖药水，再发展下去就快赶上中华鳖精了。好在李经纬很快发现了这类广告的危险性，及时制止，才没有让健力宝走上虚假宣传的不归路。90年代初健力宝还做了一件让全国上下一起着魔的事儿。李经纬呢策划出了一个拉环有奖的促销活动，凡是购买健力宝的消费者，只要开到印有特别图案的拉环，就可以得到5万元的奖金。哟，兄弟，中了5万啊！这就是早期的再来一瓶升级版啊！李经纬宣称每年投入数百万元的奖金，从一开始的200万递增到94年的800万，5万元的诱惑在当时可是不得了啊，令无数人垂涎欲滴。这就催生了健力宝拉环的骗局。很多乡村骗子坐在长途汽车上，突然惊呼自己拉到了5万元巨奖的健力宝，然后将它转卖给那些贪小便宜的乘客。乘客呢，拿着拉环去兑奖，自然是1分钱也兑不到。我顶你个肺啊！这种诈骗游戏一直到2000年前后，还在全国各地的城乡不厌其烦地上演着。大家看过电影《疯狂的石头》里头就有类似的桥段。那健力宝的总部呢也没消停，每天都有人拿着这个假的奖环跑去兑奖，每个人都跟着了魔似的，把健力宝的兑奖办公室闹得沸沸扬扬，不得安宁。1993年，李经纬宣布健力宝进军美国，上门挑战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健力宝在纽约成立了集团北美总部，花了500万美金，在帝国大厦买下了一整层办公楼。李经纬踌躇满志地对着美国记者宣称，健力宝在中国的销量是可口和百事的总和。现在他要用这罐东方魔水来征服美国的消费者。1994年，李经纬包下广州市所有的5星级宾馆，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庆祝健力宝10周年。这时候健力宝的年销售额超过18亿元，国内是无人能及。也是在这一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三水健力宝星，这是全球第一颗以企业名称命名的行星。而伴随着健力宝快速成长的呢，是企业规模的膨胀。李经纬一再强调，我并不满足于单一的饮料产品，要向多元化企业过渡。很多人都知道李经纬是把健力宝这个品牌做起来的人，但您知道吗？他还帮着李宁一手创办了品牌。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吊环比赛中，李宁失手摔了下来，一下子从功臣变成罪人。从汉城回到北京，他不再是媒体簇拥的对象，黯然神伤，孤单地从机场的一条偏僻通道悄悄出关。没想到在灯光暗淡的通道尽头站着一个高个，微笑着捧着一把鲜花，正在等候他。这个人就是李经纬。1988年12月，李宁宣布退役，体操王子的传奇落幕。在李经纬的邀请下，他放弃了出国执教、进入官场的种种机会，投身健力宝集团。作为置换条件，健力宝出资1600万，还引入外来资金，在90年成立了健力宝运动服装公司，由李宁出任总经理，其服装品牌被命名为李宁牌。李宁在当运动员的17年以来，每一次站在国际比赛的领奖台上，穿的都是国外的名牌运动服，所以他的梦想就是能创建一家生产自己品牌的运动服厂。这种想法和高举民族饮料旗帜的李经纬不谋而合，小李和老李都有着民族主义情节。但是到了1994年，因为产权不清，李宁就想要脱离健力宝。李经纬呢相当大度，非常支持他自立门户。1996年，李宁将公司总部从广东迁到北京，并更名为李宁运动服装公司，彻底告别了健力宝。就这样，李经纬扶上马，送一程，把心爱的后辈带上了一条比他自己要顺畅得多的商业大道。李经纬自己这边呢，开始了广撒网的模式。
做了一个健力宝旅游公司，花了2000万纽币在新西兰收购乳品厂，前脚在沈阳开了个健力宝精品商厦，后脚又在南京开了个健力宝大酒店。这样四处砸钱的做法呀，也引来了诸多非议。比如1994年，李经纬出资让健力宝少年足球队远赴巴西，开启了长达5年的训练。虽然这些球员中产生了李铁、张孝瑞、李金羽、隋东亮、李玮峰等足坛大将，但批评者认为啊，斥巨资赞助他们出国，并不能给健力宝带来实际的销售量。而无巧不成书啊，这批球员的命运随着中国足球起落而变迁，就像日后的健力宝一样。看似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李经纬呢，其实早就意识到了体制的问题难以让健力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生命力。健力宝名义上是三水的地方国有企业，而其实却是他李经纬独立做大的事业。没有李经纬就没有健力宝，这是一个铁板钉钉的事实啊。可是呢，在这个产权归属上，这家公司却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根据《健力宝沉浮》一书啊，巅峰时期健力宝的税收占到三水县整个财政收入的80%呢。虽说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倾斜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各种限制也同样严重。比如说啊，为了完成就业率的指标，三水县就明确规定了，健力宝的员工里头45%都得是三水人。还有各种裙带关系，都让李经纬非常头疼。他就开始认真盘算健力宝将何去何从。李经纬和老健力宝人心中啊，都有这么一个愿望：大厦落地，股票上市。这大厦呢，说的是1997年健力宝集团在广州东风中路上开工建设的38层健力宝大厦。为了健力宝的发展，李经纬决定把总公司从三水迁到更发达的广州，就瞒着三水政府投资10多亿盖大厦。这一下啊，可把三水政府惹怒了。好嘛，我对你掏心掏肺，你是狼心狗肺啊！当年健力宝成功后呢，李经纬既是政府眼中的能人，也是官员眼中的狂人。作为地方政府眼中的财神爷啊，各级政府对他呢几乎是有求必应。健力宝去大城市做活动的时候，都是当地政府领导坐中间，旁边坐着李经纬，后面才轮到三水市政府的官员。在三水政府的示弱之下呢，李经纬在健力宝更是无所顾忌，上千万的赞助费，上千万的对外投资，只要他一高兴就签字儿。还记得咱们说的大举进军美国市场吗？跟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那100年历史和超100亿美元的销售规模相比啊，健力宝的结局最终是沧海一粟。李经纬硬碰硬的策略难逃失败的结局。毕竟在美国有3件事被认为是靠上帝帮忙才能实现的：一呢是彩票中头奖，2是当选美国总统，3是打败可口可乐。1997年，健力宝的销售额达到了惊人的54亿元的顶峰，各项经济类的指标排名中国饮料行业第一。这一年啊，也是健力宝的鼎盛时期，是李经纬人生中的最高点。骄横和狂妄成为了三水政府对他的一致指责。李经纬太过张扬也是公认的事实。就在他与三水市政府持续内耗之时呢，其他饮料新秀却在迅速崛起，比如旭日升推出的冰茶，康师傅和统一推出的冰红茶，娃哈哈也开始发力，推出了国民饮料 AD 钙奶。风光背后啊，总有看不见的危机。李经纬和三水政府的矛盾很快就到了白热化阶段。他希望健力宝能够在香港上市，同时呢，一次性的解决经营团队的股权问题。然而地方政府拒绝批准这个方案，李经纬一怒之下放弃上市，同时将健力宝总部迁往广州，政商矛盾变得公开化。其实啊，在1993年，健力宝就被广东省列入了第一批上市企业名单，但那个时候啊，李经纬认为时机不成熟，就放弃了。2次错失上市机会，再加上健力宝大厦耗资过亿，以1997年为转折点，健力宝的经营状况就掉头直下。从1998年开始，三水政府加大了对健力宝资金的掌控。健力宝每开发一种新产品，都必须通过政府审批和财政预算才能划拨经费。那这也让在内部习惯于一言堂的李经纬十分反感，双方闹得越来越僵。而在三水市政府的官员们看来，作为地方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健力宝的搬迁行动让他们坐立不安。李经纬的所有举动都像是背叛。
1999年，健力宝大厦竣工，李经纬股票上市的梦想已经变得遥遥无期。个性豪爽耿直的他呀，始终没有放下架子，主动和政府部门沟通以缓和关系，这也许是他最大的失误。而随着三水市政府的大换届，一些和李经纬有交情的老官员都退休或者换岗了，健力宝的处境就更加艰险，销售额也是逐年下降，到了2001年跌到了31亿，加上地方财政状况不好，公务员的工资都欠发，所以卖掉健力宝成了一个明摆着的事儿。李经纬曾经多次提出由管理层自筹资金收购健力宝股权的方案，开价4.5亿，并在3年内分期付清，结果遭到了三水市政府的断然拒绝，理由是你李经纬拿健力宝的钱买健力宝，你当我傻呀？2001年7月，一次关键性的会议召开，90%的三水市政府官员主张卖掉健力宝，但坚决不能卖给李经纬的团队。开完会后的第3个月，李经纬突然被通知去参加晚宴，宴席上市长告诉他，市政府选了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来购买健力宝。李经纬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第二天在公司吃饭的时候破口大骂，他妈的，市里要卖股，我他妈一点都不知道，就只是通知我一起吃个饭。紧接着，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和三水市政府草签协议，3.8亿就把健力宝100%的股份全部售出了。李经纬听了之后非常伤心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政府宁愿把企业卖给外国公司，也不肯卖给一辈子为健力宝呕心沥血而且出价更高的自己呢？气恼之下他策动了国内媒体闻风而动，一时间健力宝被无情贱卖，中国第一民族品牌旗帜被砍等舆论铺天盖地，三水市政府难以招架。另一方面健力宝对试图进入公司审核查账的新加坡方面全面抵制，拒不交出相关的商业资料。一番抵抗之下，这收购方案很快就流产了。三水政府和健力宝双方到这个时候已经是势如水火了。于是政府又把眼光瞄向了娃哈哈。宗庆后对健力宝是十分动心的，可他并不了解健力宝的实际家底，也忌惮李经纬强势的企业文化。与此同时李经纬也通过各种方式旁敲侧击，说服宗庆后高抬贵手。宗庆后倒也听劝，就放弃趟这滩浑水。2002年初，健力宝再次和三水政府正面交锋，李经纬当面质问时任三水市长、市委副书记李仪伟，为什么一定要把健力宝卖给外人，却不肯让我们买回来呢？李仪伟表示要买可以给你们1个星期的时间。这是李经纬唯一一次触手可得的机遇，可是命运却再次残忍地戏弄了他。就在李仪伟给出承诺的第6天上午，他再次召集健力宝高层开会，没等李经纬屁股坐到凳子上，就直接说，我们现在决定把健力宝卖给浙江国投，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李经纬和健力宝众人直接懵了，当场愣在原地。次日在三水的健力宝山庄，一场仓促筹备的签约仪式举行了。市政府向浙江国投转让健力宝75%的股份，作价3.38亿元。仪式上，功败垂成的李经纬默默坐在会场一角，像一匹被遗弃的老马，仰天含泪，一语不发，难掩无限的落寞。这也是李经纬的最后一次悲怆亮相。从此这位个性开朗、喜欢跟年轻记者交朋友的老人，再没在公开媒体上说过一句话。眼前的这位大聪明叫张海，收购健力宝的那年他只有28岁。1974年，张海出生在河南开封的一个小学教师家庭，自称上初中时开了天眼，有特异功能，还说自己6岁就拜入活佛座下，受到上师们的衣钵真传。不过大聪明的一位小学老师对他的评价却是，从小就喜欢撒谎，而且从来不脸红。就是靠着玄乎又玄的说法，张海把自己包装成了有神秘背景的神童，在他周围聚集着一群虔诚的信徒，不少人后来都成了他的商业伙伴。1995年，张海下海入主了一家名叫凯蒂投资的公司。98年进入上市公司中国高科，后来又进入方正科技、飞亚达 A 等上市公司，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几大股市庄家之一。张海的出现让三水市政府如遇知音。尽管政府官员们实在分不清眼前这大聪明到底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
但是他的条件是让人满意的。出面来收购的公司呢，浙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还是国有企业。这三水政府就激动地握着大聪明的手说：“缘分呐！”把李经纬成功挤走后呢，张海粉墨登场。这位法师看起来阵仗很大，但他却没什么钱。浙江国投是他控制的方正科技旗下的一个机构，已经是烂债缠身，难以自保了。吞下健力宝用的是质押国债获得的短期融资。张海事后笑称，买下健力宝是他一生中最赚钱的买卖，光是买下健力宝大厦也不止3.38个亿呀。可是这个所谓的神童在买下健力宝之后，一顿操作猛如虎，很快就把健力宝给整废了。比如他嫌健力宝太老土，就生造了个自以为时髦的第5季饮料，要放弃城镇市场，打进1线城市，跟可乐、雪碧、康师傅掰掰手腕。结果呢，输了个头破血流。又看不上原有的营销团队，一刀切掉了大批老员工，招来一波年轻的大学生。营销队伍一下子从原来的500多人扩充到6000多人，成本陡增，但是呢，转化稀烂。许多新手像蜜蜂一样奔赴全国市场，除了卖力的贴海报、装凉棚之外，是百无一用。张海只是一个资本炒家，对经营企业、打造产品是一窍不通。第5季在2002年成为了饮料行业最大的笑话。2003年又投入2亿元推出爆果器等新产品，结果呢也没溅起什么水花。2004年8月，正在三亚潜水的张海收到一条短信，只有几个字：董事会决议，您不再是健力宝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因为业绩不佳，张海最终被踢出了局。随后台湾的统一集团想要出价1亿美元收购健力宝，结果竟然受到了经销商的一致反对。健力宝和统一的经销商PK 了多年，积怨颇深。万一被统一收购了，那他们能有好日子过吗？众人冲到三水跟政府去谈判，甚至有人高呼要与健力宝共存亡。面对这个景象三水政府还是没法招架，无奈宣布与统一集团的并购意向破裂。李经纬和地方政府决裂后呢，健力宝被资本玩家再三蹂躏，几乎到了难以续产的地步。可是全国经销商们依然痴心不改，每年依然能够产生10多亿的销售额。他们不舍得这个传奇品牌就此倒下，他们愿意出资帮忙，甚至想请李经纬出山。那到了这个时候，三水政府终于醍醐灌顶，想起了李经纬。然而健力宝的出售其实早就击倒了李经纬。在那场签约会后的第9天，他突发脑溢血，从此就被困在了病房和轮椅。后来还被查出罹患肝癌，又经历了中风、偏瘫。可是呢，尽管身体受尽病痛折磨，但他却从不诉一声苦，不甘心别人把他当成病人和弱者来看待。2002年10月中旬，李经纬收到一纸通知，广东省第9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通过决定，以涉嫌贪污犯罪为名，罢免了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这是因为公司曾经有一笔4000万的职工福利基金，李经纬和几个高层商量后，决定给所有员工买保险。他花了300多万给自己投保，其他高层呢每人200万左右，剩下的3000多万全部给员工投保了。但是因为保险行业的潜规则，毕竟投了这么多保嘛，所以每个人就拿了10万元左右的回扣。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李经纬被指控侵吞国有资产。2004年底，健力宝已经停产了半年了。三水政府为了稳定军心，让健力宝恢复生产，就请回李经纬坐镇。那双规戴罪之身的李经纬坐着轮椅就出现在健力宝大礼堂。召开员工大会的现场，工人们看到李总回来了，群情激昂所有人都想挤过去和他握握手。大会过后，停产半年的健力宝终于复产。而正当人们都以为李经纬将要重掌健力宝之时呢，他儿子却说父亲去健力宝只是为了配合政府的工作罢了。为什么这么说呢？2011年的11月，李经纬在病床上经历了一次庭审，这可能是中国司法史上最特别的一次庭审吧。临时法庭就是病房外一个10多平方的小会客厅，3名法官、2名检察官、2名律师、2名速记，李经纬坐在轮椅上受审。佛山中院认为李经纬拿保险回扣那行为已经构成贪污罪了，一审判决其有期徒刑15年。李经纬的命运呢，引发了无数的争议，焦点就是在于他的身份。你说他究竟是企业老板还是国家工作人员呢？
早前模糊的身份带来的灵活性，在10几年后成为了获罪之由。这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带来的典型问题。产权不清，身份不明，很多国有企业和国企高管身份暧昧，责权模糊。日后很多震动全国的案件无不与此相关，比如咱们讲过的红塔集团褚时健的案子。落叶归根李经纬最终选择在三水区人民医院度过最后的时光。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护工让他在床上解决大小便，但是李经纬每次都坚持自己去厕所，那是他人生最后的尊严。尽管每次都是疼得大汗淋漓，他把人生中最后的时间都留给了家人。跟儿子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这辈子对得起家乡父老和健力宝的员工。2013年4月22日，李经纬病故，终年74岁。直到去世他都背负着贪污的罪名。在去世的前一天，他突然说：人总是要死的，我死了比活着舒服。李经纬就是这样在病床上屈辱愤懑地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休止符。得知他去世后，李宁从韩国赶到三水为李经纬彻夜守灵。在他的心里李经纬和他情同父子。据很多报道说，李经纬晚年的所有医药费都是李宁负责的。丧宴上，李宁去每一桌敬酒，他说：这是老板请你们吃的最后一顿了，以后就得靠自己了。过了几天，李铁也从日本回国为李经纬送行。他在追悼会后对记者说：老板对中国足球的贡献大家都看得到，在巴西留学的时候，在为青年队效力的时候，老板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儿子照顾。追悼会来给李经纬送花圈的有近200人，时任佛山市委书记的李仪伟也以个人名义送来花圈表示悼念。李经纬走了，由他一手创办的健力宝帝国就此陨落。从创业之初的举步维艰到努力拓展渐入佳境，李经纬带领健力宝一路狂奔，成为三水人心中的英雄。直到现在两广地区的很多老人仍然把会冒泡的碳酸饮料统称为健力宝。吴晓波评价说实业家们被无情地阻挡在他们开创的事业殿堂之外，所谓的资本掮客们则轻松地从小门从容进出。在与这些娴熟的资本庄家的过招当中地方政府表现得过于轻信和不善博弈。风云激荡的1984诞生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企业家，李经纬这3个字也曾经有机会刻在这个神坛上。2000年前后，他试图华丽转身，却不幸跌倒在了十字路口，再也没有起来。李经纬的儿子李建东这样评价父亲：他的一生像是在登山，攀了一座又一座，即使晚年不幸在轮椅上度日，父亲依然念念不忘攀登他心目中的山。从青年、壮年到老年，他屡经磨难，大起大落，但从不肯向命运低头。感谢收看 M2 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咱们下期再见。